池少主，你太有眼光了！我这么个经商天才，你能遇见，你真的是太幸运了！你掘地三尺，上天入地，都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加才华横溢的商人了。我玉蝉教给你在其他地方买铺子，组建娱乐城，你出人出节目，我的人出管理，出钱出力的都是我玉蝉教。那这样利润我8你2。你的出钱出力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我出的全是精髓，而且我会每个月都翻新节目的玩法，所以利润我8你2。苏老板，你这也太狠了。哼，彼此。池元玉想了一下，好吧，我退一步，利润我7你3。所有层出不穷的新花样都在我的脑子里头搁着，你就算是能够模仿，我却随时能够超越。元玉，认识这么些天，你应该对我有些了解。我呢，从来不做少赚的买卖。池元玉为难的，我6你4，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让步。我宁可不与你合作，也绝对不会放弃裁决权。我必须是大股东，所以我能接受的合作比例只能是我6你4啊。另外，所有分店的账房必须是我的人，财务部抓在自己的手里，等着被人搞呢。他就没遇到过这种从脚脖子砍价的谈判。他也是少赚钱就难受的主啊。眸底疯狂的挣扎一番，狠狠心，咬咬牙说：我们5-5分。不行，我给你当男宠，随你睡。这个池元玉也是个奇葩，为了多要点分成，连自己都能够搭出去。就你，本少主被评为天下第1美男子，且身心干净。切，你还不止那1成利润呢。池元玉从来都没有被如此打击，他可是江湖排名第1的美男子啊，还这么有钱有地位。我6你4，能谈就谈，不能谈，本小庙容不下少主这尊大佛，还请尽快离开。都准备出去了。行，你6我4，合作。苏角角，我对你真是又敬又恨。苏角角心里狂喜，恨不得大放烟花，可脸上仍旧是绷得很镇定。那成，池少主呢就拟个合作协议，回头我们去官府做个登记。走出这间屋子，他整张脸都喜得扭曲变形了，两手激动地颤抖着，看见可乐，一把将他给死死抱住。可乐，小姐爱上可乐了，可惜了，我可没有能让小姐快活的物件。少想些乱七八糟的，以后好好管账，好好学做买卖。他准备将可乐培养成各个分店巡查的财务总监。我攒了500-600两银子了，你去问问渊玉够不够买他守夜的钱啊？哎，丫头啊，男人不是必需品，乖，咱不要，咱去搞事业。我不，我就馋渊玉的身子，睡一次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你看见那楼了吗？怎么了？等你的银子攒得像他这么高，渊玉差不多能跟你睡一次。可乐一惊，以为他终于气馁了。有目标就行，我要努力赚钱。苏角角真有些无奈，双方合作协议拟好后，各自签字盖章，然后去临安府登记留底。牛胜脚下生风，一路飞奔到总督府。王爷，您的苏姑娘和玉蝉教联手了。老天神，牛大人，你没看错吧？真是玉蝉教，千真万确呀！我眼睛虽然小啊，可眼力绝佳。哎呀，苏角角有几把刷子呀，竟然都能和玉蝉教合作。君兰，你这个小妾不一般。那当然了，我家角角聪明伶俐，人美心善，又会赚钱。那些就知道绣荷包的大家闺秀，哪配和我家角角比呀？他的娱乐城是明天开业吧？估计要赚大发了。本王看上的女子当然是才貌双绝。对了，明天你还有你都去捧场，主要是你明天去了别往前撺掇，站在不显眼的后面。牛胜胡乱地点着头，就是那个玉蝉教的少教主吧？行了，我去找角角共进午膳，你们随意吧。云川啊，你这孤家寡人的，没人疼没人爱的，不行呀，就赶紧找个女人吧。哎，翻了个白眼儿，顺口对牛胜说：女人就那么好吗？真是的。真挺好的，晚上抱着可暖和了，又香又软，叫起来还好听。牛大人，注意一下你的年纪，有些话适合和我们年轻人共享吗？牛胜默默地捏了捏，突然又想到一个事儿，完了，刚才忘记提醒王爷，勾搭他小妾合作的池渊玉是个超级美男子了。一腔甜蜜的江南王巴巴地赶到娱乐城，看到池渊玉那个人时，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又白又美，和苏角角坐在一
一起，浅笑着聊天。他们俩像是金童玉女，胸中狠狠涌上来一坛子的老陈醋。娇娇，这位是在下玉禅教少教主池渊玉，见过王爷。池渊玉，天下第一美男子，之前用渊玉的假身份潜伏在娱乐城多日。宋池的脸更难看了，这么个大美男存在于苏角角身边这么久，他竟然不知道玉禅教少教主身份摆在那里，想弄死他也不行啊。宋池坐下。哦，池少主怎么会选中我家角角合作？像苏老板如此聪慧又漂亮的人，我又如何能错过？这池少主的意思，我家角角如果不漂亮，你就不会和他合作了？在下可没这样说，池某人看中的是苏老板的经商天分，当然合作者恰好美貌倾城，那就更好了，有美人可看，眼睛舒服，心情也好啊。那池少主可要悠着点啊，有的人不该你看，看多了会性命堪忧的。苏老板，你不会让你的合作者有危险吧？当然不会，回头我给你安排一些护卫，专门保护你。宋池牙齿咬得咯吱响。为了我们合作愉快，干杯！财源滚滚来，一起发大财！干杯！稍微端起酒杯的宋池沉着脸，又默默地放下了酒杯。池少主，你尝尝这个酱鸭，还有这道鱼花，都是醉香楼的拿手菜。没人给夹菜的宋池捏着筷子，越捏越紧。池渊玉笑眯眯的先看了宋池一眼，那才慢悠悠的将菜放入口中。苏老板给夹的菜格外好吃。宋池一双眼几乎能喷火，能杀人。苏老板，你也吃。宋池的筷子抢先戳住他，劈头将鸡肉抢走了。多谢池少主，我确实爱吃鸡肉。池渊玉一愣，接着又夹了另一道菜给苏角角，再次被宋池劫走。他也不吃，放在自己的碗里，嘴上说着多谢，语气却是阴冷无比，就连苏角角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王爷，你下午不是还有政务要忙？你快点吃饭啊！下午没事了，闲着陪你。哦，那你吃饭啊，还吃个屁，气都气饱了。本王不饿。那这个就不给你了。宋池心头一慌，快速端起自己的碗，将女人家的鱼肉接走了，3两口吃下去。我家角角给夹的菜果然好吃，角角还要。苏角角有些无语。苏老板，看着熏鹅不错啊。对，你快尝尝。苏角角立刻殷勤地给池渊玉夹了一块熏鹅。角角要吃菜心。苏老板，麻烦给点肉丝。角角吃虾仁。苏老板，要酥卷。角角。苏老板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吃个饭都没带手来吗？吃什么自己夹菜？菜都凉了，老娘一口还没吃呢。池渊玉一副心疼的模样，快速地给苏角角夹了菜。苏老板，快点吃，别饿着。宋池也送过去一筷子菜。本王的角角不能受委屈。两个男人又开始比赛一样，你一筷子我一筷子，争着给苏角角夹菜。他的碗里很快就落得像个小山。大家都不是外人，以后吃饭都不需要客套，个人管个人的，行不？那怎么行？人家池少主是外人，我们要照顾好他。不是外人，不是外人。今后我和苏老板持久合作，将是最信任、最亲密的盟友。宋池暗暗咬牙，怎么听着持久这个词，他就那么的膈应吗？好容易吃完了这顿硝烟弥漫的午膳，苏角角都觉得心累。闲着的宋池赖在那里坐着，听着苏角角和池渊玉大谈今后的经商计划。他们俩聊得越投机，他就越窝火。苏角角突然想到什么，从怀里翻找出来自己画的图纸，推给池渊玉。池少主手下能人甚多，肯定能够帮我打造出来这些小东西。池渊玉看了看图纸，瞬间震惊不已。这些都是我刚刚画出来的自卫武器，这个是手枪，这个是梨花暴雨针，这个叫手雷。这些武器呢，都需要能工巧匠才能做出来，需要费点心思。苏老板，你真是会巧心思，我一定帮你寻找到最好的工匠来。造这些精密武器，一般工匠哪儿能做得出来？王爷，你手下有能人能造出这些吗？天下最好的兵器制造司就是我宋池的炼造坊，最顶尖的兵器工匠师尽在我炼造坊。确实，王爷所言非虚。那王爷，你让炼造坊给我制造出来这些。角角吩咐了，本王定当全力去做。角角要怎么谢我？咱俩是一家人，还要算得那么清楚吗？一家人。角角说的对，为夫为你做这些都是本分。舒云川急匆匆地找了来。君兰，总督府里一堆的政务等着你呢，你怎么还不回去？王爷不是说今天闲着吗？他要是能闲着，他还是江南王吗？说完才看清楚池渊玉的那张脸。这位是在下玉禅教少教主池渊玉。池渊玉，传说中天下第一美男子，不敢当，谬赞了。
玉兰，赶紧回总督府吧，一堆官员等着你呢。王爷快去忙正事，抽空别忘了让人给我造些武器就行。走吧走吧。宋池沉着脸和舒云川走了出去，池渊玉那厮围绕在他家角角身边，就觉得好气呀。偏偏舒云川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哎呀呀呀！池渊玉那么好看，你那小妾不会被迷走了吧？你说苏角角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招蜂引蝶？刚送走一个前太子，这又冒出来一个池渊玉。貌美优秀的女子本就稀罕被男人钟情，也属正常，哪儿能怪女人招蜂引蝶？只能怪男人见色起意。就那个池渊玉，绝对是对角角见色起意。什么人呢？下流、猥琐、无耻！君郎，你莫不是忘了，你对苏角角也是见色起意？晚上，可乐端着饭菜悠悠地去了侍卫住所。江三，吃饭吧，专门为你准备的。老天爷呀，被江一江九不幸言中，他果然被可乐相中了。快吃，凉了就不好了。那什么，我体力不好，也不壮实，那方面在暗卫里面应该最末等，要不你再询问一下别人。可乐置若罔闻，多吃点儿，吃光呀。江九在门口探头探脑，太好了，以后他终于不用天天被送饭了。江回还在房间里等着可乐来给他上药，听到江一的八卦，脸都气白了。你都把人家看光了，竟然还惦记别人。可乐跑了过来，江回，你自己上药吧，反正你上的在前面，又不是后面。我有事，先去忙了。他有空给江三送饭，却没空给自己上药。宋池在外面简单的应酬完，快速回到了明月院。不料可乐拦在正屋门口。我们小姐说了，王爷需要修身养性，最好进房事1个月。宋池一惊，这刚和池渊玉合作，就不让他净身了？起开！王爷请进。宋池恼怒地走进屋，苏角角正对着镜梳头发。什么修身养性，什么进房事1个月，怎么回事？我那天中了燃香的毒，没空和你算账。谁说的女人就是伺候男人的玩意儿？谁说要将我送给培药组那个老家伙？谁说的？本姑娘就只值250两。说要将我送给培药组那个老家伙？谁说的？本姑娘就只值250两。我的小祖宗，这都哪天的事了，你怎么还重提呀？哼，你当时说的倒是挺痛快的，我听了非常不开心。我那不是你在和姓裴的玩心计，我理解，可理解归理解，我还是心里不痛快。小姑奶奶，你不痛快，你换个别的法子惩罚我，别禁我呀。还1个月，他一天都禁不住，拉过他的小手往自己的腰带下面放。你看他都这样了，你这一禁他如何是好啊？换个法子罚，除了这个其他都行。那晚上我要绑上你的手，蒙上你的眼，还拿小鞭子抽你。宋池呼吸一滞，略微想了一下，竟然该死的暗暗的有些兴奋。可以。还有，你现在去院子里罚站1炷香，头顶木盆。不是吧，我的好角角呀，我要是出去那么站一会儿，传出去太有损本王的颜面了。你看，要不换个别的方式？行啊，那你就禁1个月吧。男人脸色一僵，王爷成天忙于政务，夜晚不宜过于劳累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您老几乎夜夜不落，就怕您老的肾吃不消啊。您老？本王才26，正是青壮年，身体最棒的时候，怎么就老了？比我老许多呀，年龄差11岁。像袁清灵这种比你大不了几岁的瘦瘦弱弱的像个白斩鸡，一看阳气就不足，晚上伺候女人没几下，估计就能晕过去。苏角角有些无语，这人猛不丁的提人家袁清灵干什么？还有些男人表面看着美得像幅画，裤子一脱，内务一点点，根本不能让女人快活。越好看的男人呢，越不中用。没指名道姓，但是个人都能够听得出来，这是剑指池渊玉。你长得也很好看啊，像本王这样既英俊又健壮，纳务伟岸，时间还久的，世间罕有。本王这么好，只给角角用，你呀还舍得进？不想被禁，这就去门外顶木盆。好角角，出去忒丢人，要不换个方式，这样罚我给你洗脚。切，你都亲过，洗算什么？那我在房里给你顶木盆，2炷香也行，哦不，3炷香。乖，出去挨罚，回屋呢还能有新游戏玩，否则就歇足1个月吧。你个小妖精，我怎的就栽在你这里了？磨蹭了一番，高低还是乖乖拎着木盆走出了屋。是要热水吗？盆给我吧，我去打水。宋池幽怨地叹了口气，在可乐不敢置信的目光中，默默地将木盆顶在了脑袋上。王爷这是在练什么功啊？可乐，把香拿出去。可乐这才后知后觉，感情王爷顶个盆
还是要计时的。江八、江九刚刚上职，就被院子里的身影给惊着了。咱们王爷这是在做什么？难不成快下雨了？咦，倒像是挨罚。这话也敢说？不想活了？就算真是挨罚，那也什么？那也不是挨罚。可乐，盯着他点儿，别让他作弊。一炷香燃完了，才许他进来。知道了。抬眼对上王爷越发幽怨的眼神，吓得可乐生生抖了抖。小姐真是老虎头上拔毛啊！竟然敢收拾咱王爷！王爷不是被人左右的人呐，怎就不会被夺舍了吧？宋池顶着盆站在院子里头，一开始还有点尴尬，渐渐就觉不出来了。被自己女人罚，其实也没啥，我就她一个女人，哄哄她开心怎么？再说了，在自己家里丢脸又传不出去，走出明月院，我还是威风凛凛的江南王。就是这样的。顶盆还能强身健体，挺好的。猛然想到院子里还有很多暗卫职业，所有人听着，今晚见到的一切，一个字都不许说出去，否则统统阉割。江八吓得用手捂住裤裆，老子现在和阉割也没啥差别，怕啥呀？这时候二门外传来动静，有随时进剑泉的舒云川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。宋池惊了，自己这副样子绝对不能让那个姓舒的瞧见，下意识第一时间就想要丢开木盆。王爷说是拿下来，唯恐又要重新计时。宋池一愣，他娘的，搞得还挺两难的。犹豫之间，他还是选择了继续顶盆。王爷睡了吗？没呢，请王爷出来，我有事商讨。不用请。就见江八用手指悄悄地指了指身后，顺着看过去，院子中央赫然站着一道俊逸翩然的身影。咋头上还顶着个盆？王爷这是？江八瞬间消失，舒云川一头雾水地走过去。这郎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是云川呢，怎么这个时辰来了？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吗？君兰，你这是在练什么功法吗？天热气燥，如此这般能助于气血运转，还能提升内力。舒云川听得似懂非懂，宋池实在是烦透了。这个舒云川也是了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他挨罚的时候来，和他有仇是怎么地？云川啊，天色也不早了，没事你就回去吧。有事，刚传来消息，裴耀祖那老东西中了毒，回家疯了一般，将他家夫人小妾都折腾了一遍。听说此番耗损太大，一病不起了。看来他宝刀已锈，折腾一次就掏空了那老匹夫，活该！谁让他敢给角角下毒啊？想到什么，还故意大声些说：“这要是本王，连着3天3夜都不会累。”宋君兰现在已经是走上歧途了，谈个正事儿，他都能扯到显摆夫君力上去，都是苏角角那个女人给害的呀！原来的江南王多么正经，多么严肃，多么自持。还有徐作广刚刚回到鄂州，就开始悄悄有了动作，在鄂州外80里的山坳里做了军事埋伏。他这都是给本王准备的呀，可惜了，也算一个骁勇的将领，要被自己蠢死了。密切关注他进一步行动，随时给裴耀祖发消息。那老家伙踏上不行，算计起人了，还是有点手段的。舒云川赞同的点头。这样不累吗？不累。你还要练多久？宋池一愣，悄摸的往门口的燃香扫了一眼，一看快要燃尽了。快了。那行，你继续练功吧，我回去了。正要转身离开，可乐从屋里出来。我们小姐刚刚说了，这香燃尽了不算，要不冒烟了才能进屋。王爷，你竟然是被那女人逼出来挨罚的？不等宋池解释，说什么呢？我们小姐才不会逼迫王爷，是王爷自己心甘情愿挨罚的，对不王爷？对不个屁！宋池绷着俊脸，脑子里瞬间划过去弄死可乐的100种方法。荒唐，大胆妄为，以下犯上，逆礼为天。消停，给我闭嘴！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你是高贵不可侵犯的江南王啊，何曾受过这种屈辱？我们看你都看得跟眼珠子似的那么宝贝，他却不把你当回事。再说他心里没有你，不爱你，也不能这么消遣你啊！宋池一脚踢倒在地。不会说话就别说，再多嘴把你嘴缝上。苏角角走出来，哟，这是委屈上了？不委屈啊！可乐看着呢，我一动都没动，木盆一直顶着呢。舒云川刚要说话，又挨了宋池一脚。角角啊，你进屋等着吧，我挨罚结束立刻进去找你。苏角角的细腰一扭，进屋了。舒云川揉着被踢疼的屁股。俊兰，你闭嘴，少掺和我和角角房里的事。可你，我这站得开心着，有你什么事啊？你个光棍狗懂什么？这是夫妻之间的情趣。今晚所见所闻不许外传，否则我饶不了。
了你。俊兰，赶紧走，以后晚上不要来。闭嘴，出去。舒云川有些无语，哼都不让人哼一声了还。舒云川摇摇晃晃走出明月院，整个人都如惨遭重击一般，失魂落魄的，不声不响，竟然能够把一个铁血英雄变成昏头昏脑的绕指柔，这辈子他都绝不会沾女人身的。香终于燃尽了，直到烟都不冒了。发完了。宋池心头一乐，轻松地拎着木盆，阔步走进了屋里。苏角角正在屋里写着扩店企划书，男人热气扑来，先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。角角，我可是老老实实爱发爱玩了，真乖，去洗澡，我等你啊。宋池心头狂喜，唇上还残留着他的清香，被他爱抚过的脸热乎乎的，整个人都飘飘然了。苏角角心里肯定喜欢他那么一点了，一点一点增加，他总有一日能够占满他的心。好嘞，我这就去洗澡，洗得干干净净。角角等我啊！宋池快速走进了浴房，苏角角勾唇浅笑，驾驭男人也是技术活。苏角角将纸张小心地收起来，一转脸就看到穿着中衣的男人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。苏角角心头一颤，看得愣了愣，哦，自己的男朋友好帅啊，禁不住就迎过去，往他身上一跳，两腿盘住他的腰。笑差不多了，走吧，去王妃房里。裴雨桐看到袁清林走进屋，激动地迎过去，想要抱住袁清林。夫君，袁清林避开了他。就寝吧。好的，夫君，我为你宽衣。不用，你脱了衣裳，先去床上等着。裴雨桐欢喜无比，快速地挪去了床上。在裴雨桐迷迷蒙蒙的期待中，趁着月光，恍惚的他看到了袁清林那张清美的脸，一点点破镜。表哥，男人什么都没有说。桌前，袁清林坐在那里，闭着眼睛，听着各种声音，神色未变。屋里的动静似乎和他没有一点关系。许久，屋里安静了。裴雨桐已经沉沉睡去。男子从床帐里走出来，主子，走吧。男子瞬间消失踪影。袁清林冷哼一声，款款地走了出去。班春伴在主子身侧，在夜色中无声地走着。置换的药物有没有给那人送去？前日就送到了，且那人已经到了临安城。迷蒙月色下，袁清林如水的青眸里划过一抹狠戾。早上，苏角角还睡得香甜。宝儿起来了，今天你的娱乐城开业，别晚了吉时。苏角角仍旧闭着眼，由着可乐给他擦脸，又由着宋池抱着他坐在桌前，一口口给他喂饱了。两人打扮妥当，走出屋时，苏角角还禁不住打了个哈欠。娱乐城已然热闹非凡，全临安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场了。江南王的马车一到，所有人都敬声屏息，毕恭毕敬。宋池从马车里下来，然后温柔地抱着女人下来。吉时已到，江南王亲自剪彩，并接下来牌匾上的红绸。都来了吧？下官统计一下，谁没来？众人震惊，得亏他们来了，不来的看来江南王是要给他们小鞋穿了。众人纷纷走进了娱乐城一楼，一楼装修成了无数个客座，一楼是酒吧，诸位可以在这里谈事情、喝酒聊天，还有节目看。这楼上呢就需要会员费了，办了会员才能上去玩。宋池默默地扫视了一圈，所有人瞬间就明白过来，我办会员。怎么办？我也办。身边的男人们也无暇顾及什么江南王了，纷纷去找自己的乐子了。一个小厮过来说，王爷，苏姑娘正在208房等着你。宋池眉毛一挑，小东西。宋池引着笑走过去，换个地方是不是更有趣啊？不如208试试。来到208房门口，推门而入，往里面看去，就看到了一道袅娜的身影，穿着薄薄的纱裙。巧巧，你这是要在这里试试吗？苏角角向他招招手，宋池哪里还扛得住啊，快速地朝他走了过去。苏老板，女兵部的业绩怎样啊？非常好，比预计中还要好。不愧是富庶的江南，不愧是临安城，有钱有胆子的夫人小姐就是多。保守估计今天能赚这个数，2000两。咦，大胆些，最少2万两，还是净赚。真心想不到女人的花钱能力这么强。这算什么？这要是在现代那啥，男兵部创收会更多，起底最起码也是女兵部的2倍。今晚我不睡了，我要亲自对账。这世上呀，
最好赚的呢，就是有钱人的银子，保暖思淫欲，所以有钱人这消遣的银子更加容易赚，不分男女。说的极有道理。越发庆幸当初自己行走江湖时留在了娱乐城短期观察，更庆幸选择和苏角角合作，否则就他这抓银子的灵光脑瓜子，早晚能把玉蝉教给干下去的。对了，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什么？你猜？哼，今天大家都挺忙的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那位宠爱你的好王爷啊，此刻正在男宾部的包间里相遇在怀，颠鸾倒凤呢。你看错了吧？肯定不可能。宋狗子在女人方面格外的挑剔，要不也不会26年来就只挑中了一个他。我这双眼怎么会看错？他去208睡姑娘去了，不信打赌500两银子的。赚钱很有瘾啊，我的钱也想赚，下辈子吧。说着快速往男宾部走去，石渊玉赶紧跟上。解说宋池在房间里看到主动热情的苏角角，百年不遇，那么乖巧的向他招手，这妥妥的现身姿态嘛。我的好角角，只要你心里有我，哪怕一点点也好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平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心思，竟然就这样不受控制的说出了口。宋池自己先愣了一下，自己怎么回事啊？不对劲儿啊！这话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来的呀。愣怔间，苏角角迎了过来，主动牵上了他的手，拉着他往里面的床榻上走去。你这是用自己买通我吗？是，角角伺候王爷可好？宋池瞬间拧眉，不对，他家角角从来不会这么低三下四的和他说话。女人见他没有动作，王爷，你不要角角吗？快来啊，角角等不及了。宋池惊了，擦，这更不对了。本性猜忌心就极重的江南王不禁反退了2步。角角，你不是来小日子了吗？如何能伺候本王？女人明显愣了一下，很快掩饰神色。已经过去了，现在干净了，能伺候王爷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宋池淡淡一笑，悄悄咬破一点舌尖，暗自运功吐纳，果然有问题。转身坐在旁边的凳子上，这边来伺候。来。女人愣了一下，联想到什么，袅袅挪挪的走过去，正要跪下，不料男人凌厉的一脚踹过来，女人疼得几乎死过去，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来人！接着众多暗卫侍卫都涌了进来。苏姑娘，王爷竟然家暴苏姑娘。她不是苏角角，屋里有迷烟，将她绑了。几个侍卫毫不怜惜的将那女子拖起来，用绳子五花大绑。王爷，松开我，我是角角啊，我疼。苏角角进来时正听到了这一句。你是角角，那我是谁啊？女子看到苏角角，瞬间没有了声音。角角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没有碰她。她牵了一下我的手，我刚才都擦干净了。牵手也是她使了奸计，让我产生幻觉，将她看成了你。你要是不高兴，我可以去洗100遍手。没事就好。说完这话，他突然发现宋池并没有很开心，反而有一丝丝落寞。刚才吓死我了，一想到你被别的女人骗走，我就又气又急。果然，话音刚落，男人傲娇的脸上露出一丝丝不明显的笑意。宋君兰，你只能是我一个人的。放心，今生我只是角角一个人的。你们俩就不好奇这女人是谁吗？哎呀，这脸和我还真的是10乘10的像啊！哪里像了？一点都不像。她不是王爷的那个表妹，叫什么晴天一阴天的那个吗？你是说她是柳晴儿？那为什么我看着她就是我那张脸啊？那是因为致幻的药物效力太强，你也产生了幻觉。有那药物影响着，王爷是如何辨认出来这个女人的呢？莫不是上身了之后才察觉不对味儿了？我根本没进她的身，至于怎么辨认出来的，贴在苏角角耳畔，她语气太温柔，太讨好我了。平时咱俩在房里才不是这样。苏角角没忍住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。小狐狸开心笑起来的时候，绝色惊艳，就连旁边的池渊玉都看呆了。你不是嫁去外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柳晴儿一语不发。柳晴儿，一般的迷药对本王都没有什么用，你这药效力如此强，从何而来的？柳晴儿还是一句话不说。宋池给江一使了个眼色，江一会意，毫不犹豫抽出来一条鞭子，狠狠地抽了过去。柳晴儿疼得惨叫起来。宋池早就将苏角角挡在怀里，挡住他的视线，不让他看到如此残忍的画面。池渊玉被害得身子一抖，赶紧退了出去。是谁给你的药？说！继续抽，直到说出为止，不死不休。我说是一个武功高强的年轻男子，我不认识他。他说他的主人派他给我送药，让我用在表哥身上。人家让你用在宋池身上，你就这么听话呀？我深爱表哥，爱入骨髓，能成为表哥的女人是我毕生的夙愿。哼，这又是你招来的烂桃花。江一，弄死他，丢去乱葬岗。表哥，你为何对我
我母亲是你亲姨母呀！是又如何？一个妄图冒犯本王的女人还想活？我管你是谁！江三跳出来，王爷，老夫人来了。话刚说完，宋老夫人走了过来。我的晴儿呢？我看谁敢动我的晴儿！老太太恨恨地瞪了一眼苏角角，扑到柳晴儿的跟前。哎呀，我可怜的晴儿啊！谁这么狠心呐，将你折磨成了这样？快解开！母亲，柳晴儿用了阴毒之药，意欲谋害本王，给她一个全尸，已经是法外开恩。我呸！你自己的亲表妹你要弄死，你还敢说开恩？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姨母就晴儿一个血脉了，你竟然如此狠心，还要将她打杀，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她不过是一个小姑娘，犯点错怎么了？外面有了迷你心智的女人，就连自家人都不认了。你不认晴儿，我认，她是我一手带大的外甥女，我是拼死也要护着她。宋君兰，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就连我这个亲生母亲一起给我弄死！宋池脸色如冰，紧紧攥着手，竭力地克制着情绪。宋老夫人让人将柳晴儿抬走。你若是敢偷偷下黑手，害死晴儿，我就去祖宗祠堂前撞死去！你个不孝子！走之前还不忘记又狠狠地瞪了一眼苏角角。唉，看见没？我得亏没做你的贵妾，你母亲对我那么嫌恶，再有其他各种女人对我不怀好意，我进了王府就等于半条腿进了棺材。宋池拧着眉头搂紧了女人，顺着她的话略微想了一下，也觉得很有道理，暗暗有些庆幸，得亏她住在外头，做外事也不错，最起码不用面对王府大院里面的是是非非。就苏角角这种闲不住的野性子，也不适合关在大院里，让她忙活买卖，她才能过得愉快。舒云川在2楼正看着火辣的舞蹈，木槿过来敬酒了。舒先生，以后多多捧场啊。木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谋生也要选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呀。苏姑娘愿意请我管着男兵部，我定当全力以赴。苏角角这女人的度量和男子不相上下。苏姑娘的确不是一般女子。牛胜找到舒云川，伏在他耳边说了一阵。走去找王爷。宋池正要和苏角角说一下男人跳舞的事情，舒云川就没头苍蝇一样的闯了进来。君兰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？咱们扬州的金银铺发现了大量假银票，涉及的数额巨大。安排船只即刻动身扬州。江一应声消失了。你有正事就去忙吧，我去看看买卖。宋池不放开他，哼，怎么趁着他离开临安城，他就去看那些男人跳什么脱衣舞？我有事要去扬州，你随我同去。我不去，你自己去忙呗。扬州城很多好吃的好玩的，还有很多上好的丝绸，你可以顺便挑选一些好衣料拿来在你的金缕阁卖。听说扬州的狮子头特别好吃，小姐不如去尝尝。君兰，这是去办正事，你带着女人去算什么？除了拖后腿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我刚才好像听到金银铺出了问题，是不是呀？君兰，不可说。全大禹朝的昌隆金银铺都是我的。苏角角惊了，他的炮友好有钱。舒云川伤心无脸，君兰对这个女人毫不防备，连这样的大机密也说了出来，太痛心了啊！金银铺出了什么状况呀？扬州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假银票。我跟你去，我还要顺便帮你查清此事。就你能有那本事吗？我若真有这个本事呢？你要真行，我把头摘下来给你当球踢。那倒是不用，到时候舒先生和2个女人共度一夜就可以了。舒云川脸色一僵，和2个女人还一夜，那个画面略微一想，他都狠狠地打了个寒战。要不换个？我看行，就这么定了。宋君兰，你好无情，就这么轻松将我送给2个女人了。夜色弥漫，大船在江上行驶着。苏角角站在甲板上看着月色，宋池寻了来，站在他身后，用大氅裹住2人。巧巧，这里只有咱们2个，大氅挡着，你说这个姿势……宋贱贱，你精虫上脑了你！真没人，这看着月色，吹着夜风，还能……他从身后抱紧了他，紧紧贴着，因为个头比他高出太多，低头就亲到了他的唇边。现在已经学会了，知道轻啄触吻也能聊情。宽广的大氅将2人裹得严严实实，看上去确实不明白他们俩到底在干啥。他的手在他敏感的地方各处点火，苏角角是既恼火又有点慌。这个男人学习能力太强，又过于关注他，将他的喜好是摸得越来越清楚。宋池啊，你还有点正事吗？
宋池暗暗骄傲，他才聊了几下，他就要扛不住了。这就是正事啊，让角角快活是我最重要的责任，把角角伺候好，难道不是天大的正事吗？你真是，原来不是都说你不近女色，对女人没兴趣的吗？遇到你之前，本王看到女人就烦，闻到脂粉味就想吐，绝不允许女人进我1丈之内。就是呀，拿出你原来的骨气，少跟我这儿腻歪。那是以前呀，自从有了角角，我才明白，我以前26年的坚守难得，都是为了等你，我的一切都攒着，都给你。难得，你还知道这个词儿呢？你忘了昨晚你在上面时说的？苏角角瞬间脸更红了。呸，好意思提昨晚，他现在算是明白了，就他那个体力，别管是什么姿势，他都能让他深刻的体会到他的强大。那边还有侍卫呢，远着呢，听不到。男人窸窸窣窣的，正要得逞，就听到旁边传来呼啦啦风吹扇子的声音。哎呀，这晚上看个夜空还挺不错的。杨某看到背对着他的那道颀长身姿，眼睛一亮。王爷也在啊，这么巧啊，看来你我二人还是心有灵犀啊。王爷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讨论一下金银铺的事。你舒云川是闲着，可本王没闲着。苏角角窝在男人怀里，咬着嘴唇，觉得既好笑又尴尬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去睡，有事明天再说。这不是咱俩都不困吗？这么吹着晚风聊聊事儿挺好的，急什么？挺好个屁！你是不急，可我急呀。本王现在不想和你聊，你回房去睡。我不困啊。不困也回房。你自己待在这儿，不如我陪你一起啊。谁让你陪了？哟，这是和女人生气了吧？我就说嘛，女人哪有兄弟好？你看，我就从不惹你生气。舒云川吓得猛然向后跳了一步。嗨，舒先生，晚上好呀。原来他也在，难怪宋菊兰一直轰他走，想想就恼火。大晚上不睡觉，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凭什么告诉你呀？宋菊兰，你真是，你变了。说完，恼怒地离开了。王爷，怎么办？你男朋友生气了呢。原来没发现舒云川这么多余碍眼呀。男人掐着她的腰，一手撩起她的裙子。专心点，我们继续。急不可待，苏角角扶着栏杆，一声惊叫被夜风吹散。值夜的侍卫远远望去，王爷身披大氅，有点古怪，是不是被风吹的忽闪忽闪的？甲板上突然传来可乐响亮的声音，这边两个人惊得又瞬间僵了。江回，你干什么抓我出来？你烫伤了我，怎么就不管我了？怎么没管？不是给你药了？就给涂了一次药，没再理我。你这不是没事了吗？让开，我去看着江三吃饭。我不许你去。你凭什么管我？凭我是被你烫伤的，你要负责。可乐牵起江回的手，江回激动的瞬间耳朵都红透了，下一秒手心里一凉，多了块碎银子。这些钱够了吧？不许再讹诈我了。谁要你钱了？我又不缺钱。这是你不要的，不是我不负责。行了，两清了。你给江三送饭就罢了，干嘛还非得巴巴的守着他，非看着他吃完啊？那必须要看着他吃完啊，他不吃完我不放心。哼，前阵子你给江九送饭，突然这又变成江三了，他俩被你盯上了。对，就是被我盯上了。我也没吃饭呢，你怎么不说给我送饭？我还是你烫伤的呢。你个二货，我那饭是谁都能随便吃的，那饭有什么好的？你的饭菜比那强。我不管，我也要你送饭，我是你烫伤的，你要管我？不送，必须送。可乐被缠得烦透了，朝着不远处的苏角角扬手叫道：小姐，你看江回啊，他胡搅蛮缠。王爷，可乐烫伤了我，他凭什么不管我？小姐，王爷，两个不省心的东西再吵闹都去罚站。可乐和江回一起撅起嘴，苏角角几乎站不住了。快回屋！宋池哪敢迟疑，将女人抱在怀里，迅速走回了仓房里。江一守在主子门外，听着里面越来越大的动静，默默地叹了口气。江回在他房里，自己哪里不如江九江三了？论地位，论长相，论身材，他都是最出类拔萃的。我不信，我就吃不上可乐送的饭了。哼！福州知府衙门后院，裴耀祖虚弱地靠在床头，由夫人伺候着喂下去一碗大补汤。宋池那个黑心鬼下毒竟然如此毒辣，就要了老夫这条命啊！陈王连着几夜宿在雨桐那里，看来是认命了。若没有我裴家鼎力支持他，他能有今天？算他识相。老爷，晚上我陪你吧。不行，我自己睡。这几个月我都不进后院了，我得好好养养。
你怕什么呀？我是照顾你，又不是让你弄那事儿。夫人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真不能够了。晚上让小厮值夜照顾。第二天一早，众人先在知府宅院里头安置了，这才去了正厅和郑永平详谈扬州金银铺的事情。金银铺一直由我2个女儿帮忙打理，具体情况让他们来说。吉祥如意。门外走进来2位17、18岁的美貌姑娘，见过江南王。免礼，说说金银铺的情况吧。苏角角转脸对着舒云川坏笑了一丝，伸出2根手指。舒云川起初没明白，等到明白他的意思后，俊脸瞬间一白。苏角角的意思是，进来的郑家2个闺女，让舒云川瞅瞅合不合适，等着他输了，可以试着一夜要这俩。别把自己想的那么能耐。你输定了。正听着郑吉祥讲述情况的宋池一心两用，时刻都关注着自己的女人，马上不悦地瞪了一眼舒云川。如果不是佳姐发现刘勇的神色有异，这桩案子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发现。当然我也有功劳，我连夜将铺子所有的收支都对了一遍账，发现出现了大量亏空。苏角角暗暗挑眉，哟呵，这个郑家妹妹有点意思哈。瞅这个意思，这是看上宋狗子了。炮友太优秀，也是很让人头疼的。宋池没有表态，看向苏角角。角角，你有什么看法？问别人做什么？他又不懂金银铺的运转，我和姐姐才是知情人。宋池暗暗拧眉，这个丑乎乎的郑什么玩意儿，竟然敢对他的角角如此不敬，正要发火呢。那依着如意姑娘看来，接下来查该从何人入手啊？当然是从所有票据查起了。查票据？查什么？当然是查存根和领取人的字迹，找出哪些人可疑。郑姑娘的意思是，我当初存了1万两银子，然后我取走了2万两，从存根和领取的字迹找出我来。对啊。假如我是印制假银票的那个人，我从未在你的金银铺存过1文钱，可我派出10个手下去你铺子里取走现银，你去查字迹，查得着谁呢？苏姑娘说的对啊，还查字迹，以为坏人像你这么笨？郑如意的脸瞬间羞得通红，低头看着斜肩。那苏姑娘，你觉得从哪里入手查呢？将所有票据都拿来，我要对照真假票据。你也是查票据啊？按他说的去做，立刻将所有票据取来。目前查出来假银票共计多少银两？大概有30万两银子。短短时间取走30万两银子，这些钱他们不容易运走，立刻封城门。大致猜测这些人不是本地人，严查外地人身份。苏角角暗暗点赞，宋池和舒云川的脑瓜子确实好用。郑如意带着丫鬟捧来2个大匣子，一箱子是我们努力辨认出来的假银票，另一箱是真银票。苏角角马上各自取出来1张，仔细的对照，甚至还跑到太阳底下去看。真假难辨，这以后可麻烦了。确实很棘手，今后昌隆的银票可怎么办啊？暂时还没想好，但是必须要改。可改了照样能仿，这也是宋池最为担忧的事情。苏姑娘，你这又是对着光，又是纹，又是搓的，到底看出些什么没有啊？当然看出来了。我操，你别吹牛，真的假的？哼，真假银票，即便字样印章都模仿的以假乱真，可所用纸张不同，不论是厚度还是手感，还是闻着的气味，都是有些许差别的。我想昌隆肯定是有自己专用的纸张吧。聪明啊，我们可以从纸张查起。宋池赞许的送给苏角角一抹浅笑，命令立刻查封所有纸坊，对照寻找假银票所用纸。你们先忙吧，我带着可乐去街上逛逛玩玩。要不等我忙完陪你一起去？查纸张并非是小动作，一时半会儿查不完的。我和可乐就在附近逛逛，不走远。舒云川过来，扯着宋池的袖子就走。哎呀，你别黏黏糊糊的了，一堆的事情要你坐镇指挥呢。宋池边走，多带点侍卫，别乱吃小摊上的东西不干净啊！别和陌生男子说话，别去太远的地方。都被舒云川扯到外面，见不到影子了，还能听到宋池的声音。别累着，玩一会儿就回来。苏角角心道，什么时候宋君兰变得这么唠叨了？苏角角和可乐手牵手，像是闺蜜一样快乐地走在扬州城繁华的街上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，人间繁华平
平凡又温馨。可乐为了攒钱，想要什么都让小姐给付钱买。苏角角给他买了一堆的好玩的好吃的，两人坐在墙根下的小桌子前，惬意的吃着豆腐脑，就听到旁边有人议论着：听说了吗？清风馆的头牌清官洛凡明天就要被赎身了。说是一个有钱老板看上了他，宁愿拿出2万两银子给他赎身。这位大哥，你们说的清风馆在哪里啊？那种脏地方，你们小姑娘可不能去。清风馆说是小官馆，实则呀，男客女客都接待，里面的小官男女不禁，有些可脏了。苏角角想了一下，擦着手：可乐，走去清风馆。小姐，你不会对那个头牌洛凡感兴趣吧？哼，知我者可乐也。再英俊的头牌还能有渊羽好看？不看一下怎知谁更美呢？江三刚刚拉肚子回来，就瞧见那主仆2人竟然走进了清风馆。哎呀，赶紧向王爷汇报！王爷要是知道苏姑娘去了小关关找乐子，不知道会气成啥样。当王爷女人的暗卫，真他娘的不容易。苏角角和可乐2人大摇大摆的走进清风馆。哎呦，2位女客，请往里进。2位姑娘，这是第一次来呀，看着眼生呢。外地有钱人，钱多的只想当大冤种，只要歌儿好看带劲，多少银子对咱来说都是小意思了。钱多的不知道怎么花，几万两的银子等着往外撒。来吧，把最好看的小哥哥叫出来，我们给的小费都能砸死几个人。苏角角心道：靠了，冲大款，可乐是更在行啊。2位客人是不是还没睡醒啊？这是来我们这儿说梦话呢，还几万两，嘿，逗我们开心呢。本姑娘从来不开玩笑。可乐，给他们开开眼。可乐从怀里掏出来一大把银票。哎呀，贵客呀，贵客，快将贵客迎到天字1号房里，好茶好酒的伺候上。我们只要好男人，脸蛋最好看的，身材最哇塞的，腰最有劲儿的，踏上最持久的。江三一进门就听到可乐的这番豪言壮语，腿下一软，差点栽倒。如果没有这种男孩子，那茶也不用喝了，酒也不用了，我们直接出门去别处找找。有，当然有，绝对有。苏角角和可乐去了包间里等着人，进来的3个男子都被他们俩嫌弃万分的轰出去了。就这能跟渊羽比？人家渊羽的腿不是腿，是塞纳河畔的春水。苏角角就有些无语，他以前说着玩的话，可乐竟然还记得。可乐，你好样的！暗处的江三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腿，禁不住身子抖了抖。娘的，可乐这货这方面也太猛太野了吧！被他给瞧上了，那自己的裤腰带威仪啊！你什么时候见过人家渊羽的腿了？就那回啊，他被东方少主压，衣服扯得乱七八糟，他那腿又长又直又白又嫩。小姐，塞纳在哪儿啊？哦，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。老鸨正在洛凡的房里头祈求着。洛凡呀，你就去露个面儿吧，我知道你身子干净，明天就要自由了。哎呀，你今天就算帮帮我，他们一看就是个厨，肯定不会对你做什么的。你陪着说几句话就回来，好不好啊？洛凡款款走进包间里，头牌果然不愧是头牌，公子是洛凡。洛凡缓缓点头。哎呀，不愧是传闻中的洛凡公子，好一个英俊儿郎，本姑娘看了心都砰砰乱跳。哎呦，都快不会喘气了呢。洛凡瞄了苏角角一眼，露出羞涩的表情。苏角角继续夸：公子的腿不是腿，塞纳河畔的春水；公子的背不是背，保加利亚的玫瑰；公子的腰不是腰，夺命3郎的弯刀；公子的嘴不是嘴，安河桥下的清水。哥哥，洛凡的脸瞬间就羞红了，手都禁不住发颤。这个天仙一样的姑娘，咋地这么会撩呢？暗处的江三捂着胸口，犹如万箭穿心啊！不行了，他要被这主仆俩给气残废了。那些淫词艳句，如果他如实的学给王爷，估计自己的小命休矣。洛凡公子，一见到你，我才懂得什么叫做一见钟情。你哪儿都长在了我的喜欢上，人家想要和你朝朝暮暮。公子如果愿意，我马上给你赎身。我们小姐特别有钱，离安城最有钱的小娘子，给我们小姐做夫郎，坐享荣华富贵，晚上还能搂着小姐睡。我们小姐不仅人长得美，踏上技术也是杠杠的，绝对让你欲仙欲死，不知今夕何夕。江三几乎力喷3升血。可是我明天就要被杨老板赎身了。
哼，我看上的公子怎么能够被别人抢走呢？不能和洛凡公子朝夕相伴啊！我的心好痛啊！你的心痛，回头指不定我腿痛、屁股痛、全身都痛。姑娘如果真有心，可以超过杨老板的赎金。钱倒不是问题，我是外地人。俗话说，这强龙不压地头蛇，我怕你那位杨老板不会善罢甘休。杨老板也是外地人，你怎就确定他是外地人啊？他口音不是扬州的，而且他自己说的，来这里办事，办完事就走。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穿着打扮是什么样的？像个很有钱的吗？那倒没有，就是最近几天才突然大方起来的。小姐，怎么着？洛凡要不要赎？我对洛凡公子一见倾心，我当然要给他赎身了。洛凡眼睛一亮，露出一抹期待的喜悦。能做这位天仙的夫郎，那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啊！我的赎金可不低，妈妈跟杨老板要价2万两银子。公子放心，才2万两而已嘛，姑娘我拿得起。可乐，你去和老鸨谈22000两银子，现在我就给洛凡赎身。可乐应着，快速跑了出去。洛凡激动的慢慢靠近了自己未来的妻子，刚要伸手去摸她的手，凭空就落下来一个男子，吓得他差点晕了过去。苏姑娘，万万使不得，你这是在作死啊！你是暗卫，又不是我爹，本姑娘要做什么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不怕死，我怕呀！你不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啊？不知道也是个死啊！苏角角掏出来一张银票，拍给江三。行了，拿着银子去衙门附近租个像样点的院子，我要和洛凡公子搬过去住几天。不仅赎身，还要住一起。别愣着了，快去办啊！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一人承担。江三无奈地叹息着，消失了。进去的时候2个人，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3个人。小姐，马车来了，快点上来吧，赶紧回去布置院子，今晚和公子洞房。洛凡公子，一想到今晚，人家就好期待，好激动啊！行了，小姐，马上就要演过了。洛凡红着脸，翩翩然上了马车。江三站在刚刚租来的院子门口，完了，这下子他是真的死定了。他不仅没有阻止苏姑娘买男人，还助纣为虐，给苏姑娘和野男人搞了一套房子。王爷估计会将他大卸8块。